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。如果是我的铁粉，请给我一个 like。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请您静悄悄地给我一个 like。牛奶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食品之一，它的营养价值很丰富，种类也多种多样。但是喝了这么多年的牛奶，你能分清各种牛奶制品的区别吗？什么样的牛奶才能称上纯牛奶？酸奶和酸奶饮品又有什么不同呢？一、牛奶家族大揭秘。市面上的牛奶名称五花八门，常见的就有鲜牛奶、纯牛奶、全脂牛奶、高钙奶等等。但是按照生产工艺来划分，牛奶其实只分为3种，分别是巴氏杀菌乳、灭菌乳和调制乳。我们常看到的鲜牛奶就是巴氏杀菌乳，纯牛奶是灭菌乳，其他的牛奶一般为调制乳。如果你还是分不清3者的区别，也可以查看包装盒上以 GB 开头的产品标准号，以645结尾的是巴氏杀菌乳，以190结尾的是灭菌乳，以191结尾的是调制乳。那这3种牛奶的差别在哪里呢？牛奶的主要原料是生牛乳，生牛乳需要经过一系列加工，才会变成我们日常饮用的牛奶。生牛乳的加工过程包括密封均质、杀菌冷却、灌装等多个步骤，其中巴氏杀菌乳和灭菌乳的区别就在于杀菌环节。巴氏杀菌乳在灭菌步骤中采用的是巴氏灭菌法，即采用的是 62.8 摄氏度到 65.6 摄氏度的温度加热生牛乳30分钟，或72摄氏度到75摄氏度的温度加热几十秒，以达到杀菌效果。但因为此方法保留了小部分无害或有益的耐热细菌，所以鲜牛奶需要在4摄氏度的环境下保存，它的保质期也不长，一般不超过15天。灭菌乳在灭菌步骤中则采用 UHT 超高温灭菌法，即在135摄氏度到140摄氏度的温度下加热4到7秒，以达到杀菌效果。此方法能消灭耐热细菌，达到无菌环菌，因此纯牛奶的保质期较长，最长可达半年。而调制乳与以上2种牛奶的区别就在于配料，鲜牛奶和纯牛奶配料只用生牛乳一种，而调制乳的配料就丰富多了。调制乳主要分为2类，一类是在不低于 80% 的生牛乳中添加其他配料制成，如添加乳糖酶就成为舒化奶，添加维生素 D、钙就成为高钙奶。另一类是复原乳，即由浓缩乳水、乳粉形成的乳液，旺仔牛奶就是一种复原乳。此外，我们常见的脱脂奶就是指将生牛乳中的脂肪去除后制成的牛奶。相比全脂牛奶而言，脱脂奶的脂肪含量更低，但由于在脱脂过程中会将牛奶中的一些脂溶性维生素一并去除，所以脱脂奶的营养成分会稍微逊色。除了牛奶之外，酸奶也很受大家欢迎，它是不是也不分种类呢？2. 酸奶和酸奶饮品。酸奶是指用牛奶直接发酵形成的奶制品，包括了风味发酵乳和发酵乳2种。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规定，风味发酵乳的蛋白质含量应大于 2.3%， 发酵乳的蛋白质含量应大于 2.9%， 且奶制品标识需带有发酵乳、酸奶、酸乳等字样。酸奶的主要配料为生牛乳，而常见的很多酸奶饮品，如酸奶饮料、乳酸饮料、乳酸菌饮料等，配料表里的第一位成分一般为水，且名字里一般含有饮料、饮品字样。乳酸菌饮料是以鲜乳或者乳制品质为原料，经过乳酸菌发酵制成乳液，继续加水、白砂糖等调制成的饮料。因此酸奶饮品并不是真正的酸奶。与酸奶相比，二者营养成分相差较大。3.
如何选择奶制品？奶制品五花八门，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选择呢？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中提到，居民需要多吃各种各样的奶制品，每日摄入量约等于300克到500克。从营养价值角度看，鲜牛奶能够最大程度保留牛奶的营养成分，而纯牛奶在超高灭菌过程中，使牛奶中包含的天然活性因子与风味因子等造成一定的损失。如果对营养成分与口感比较重视，可以优先选择鲜牛奶。对于乳糖不耐受的人，就不适合用鲜牛奶和纯牛奶，可以选择酸奶来代替。购买酸奶时也要注意选择名称为发酵乳或者风味发酵乳的产品，尽量少选择酸奶饮品，后者的蛋白质和钙含量较低，而且糖分较高。还可查看产品标签，选择蛋白质含量高的产品。不过如果是减肥人士，也建议少食用酸奶。风味发酵乳中加入了多种辅料，比如果酱、果粒等含糖量较高。总的来说，只要是正规厂家生产的符合国家规定的奶制品，我们都能根据自己喜好放心选购。作为人体重要的蛋白质来源之一，牛奶制品还含有矿物质、维生素等多种营养元素。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，大家一定要坚持每天喝够奶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、收藏，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